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 NC 小叶。那黑色行动7的公开测试已经正式全面开放啦，所以不管你有没有遇过游戏，有没有订阅 XGP， 你都可以去下载来玩。那我个人目前对于黑色行动7的感想跟评论，其实评分还蛮高的。说真的，我很久没有玩 COD 玩的那么开心了。目前手感啊、打击感啊，里面一些有的没的地图设计什么的，我自己是都非常喜欢啊，真的很好玩啊。它当然有它的问题，但今天不是新的影片，所以就如果大家想听我废话的话，之后再出吧。对，就如果有人想看的话，你在留言区可以跟我讲一下，我考虑看要求看的人多不多，搞不好大家也不想听我废话。对，然后今天这部影片呢，是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哪些东西在 beta 里面比较实用、比较好用。对，大家当然也不希望就是自己一把枪练老半天，然后发现它是垃圾吧，对不对？好，那等一下就一个一个来推荐。那目前呢是除了近战武器这种没有配件的，还有发射器这种没有配件的，我没有去练它的等级之外，其他所有的武器我是全部都已经练满了，所以心得部分的话呢，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公信力在的啦。好，那接下来就直接来讲突击步枪，3把枪其实都蛮推荐的。突击步枪现在在 BO7 里面都有一定的强度在。简单区分一下3把枪的定位，第一把 M15 就是中庸型的突击步枪，全距离适用。NXR17 突击步枪就是比较专精中远的 ，Peacekeeper MK1 呢则是比较专精中近的。那我自己3把枪里面评分给最高的大概就是 Peacekeeper 啦，对，因为它虽然说后坐力有一点大，就它垂直后坐力比起前面2把要稍微不好压一点，但反过来说呢，只要你可以处理好它的后坐力的话，就是变成近中远都会超级秒的一把突击步枪。毕竟它射速很快，所以它的容错率也蛮高的，算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把突击步枪哦。那它后坐力说是难压一点啦，但是也没有到真的很难压，大家配件瞧一瞧，应该也是可以很轻松达成的。所以如果你3把不知道是哪一把，可以先从 Peacekeeper 试起啊。再下来冲锋枪呢，第一把不推荐，剩下2把蛮推荐的。先讲推荐的这个 Drafik 45，它是有点像夹步枪的冲锋枪，就射速比较慢，后坐力很小。伤害很稳健，是一把很适合全距离作战的冲锋枪啊，因为它近距离也是4发杀，就是比较吃跟枪一点点。那它也是目前 BO7 里面第一把被 nerf 的冲锋枪啊，它射程被 nerf 了，对，你就知道它原本可以打多远，现在是不太能打那么远啦，对，但是中近距离还是蛮不错的，很省子弹啊，伤害很稳健。那 Razor 9AM 的话呢，就是那种撒子弹型的冲锋枪啦，中近距离看到人一管下去，他一定得死啊。对，但是就有一点点后坐力，然后子弹耗量非常非常的快，但是整体来说呢，后坐力还算可控，那就是比较需要吃突击包或是资源回收的特长去捡子弹了，不然一下子弹就没了。最后呢，讲这个不推荐的 Guards 45K， 它也是算射速比较快的冲锋枪，整体来说也是有它的强度在，但是它有一个超大的短板，就是它的后坐力超大的，它垂直后坐力超级不好压，所以非常不推荐没时间的人玩。如果你没时间玩的话，又想玩冲锋枪，先从下面2把玩起就可以了。好，那霰弹枪2把都是毒瘤，大家应该也熟悉啦。COD 这种小图作战，霰弹枪就是毒瘤啦。所以如果你想用的话呢，2把都可以去用，然后你就准备被游戏聊天室里面的人骂散弹狗。OK， 好，那再下来轻机枪 MK78， 目前 beta 唯一可以用的一把枪。这把枪呢，从结论上来说，目前就是架着打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它的机动性啊，那些东西是比不赢突击步枪跟冲锋枪的，就它还是轻机枪，很重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它架起来打好打一点。毕竟它的优秀的地方就是射程很远，子弹很多，所以你就装个大倍镜在后排帮你的队友去点敌人，其实可以起到不小的压制作用啊，就比较建议在后排打的轻机枪。再下来射手步枪 M8A1 也是比较建议在中远距离去对枪啊，因为它虽然是近距离有一定的爆发力，就它4发点放嘛，如果你4颗全部都打到人的话，是可以瞬间把人秒掉的。但就是毕竟它射手步枪嘛，然后又有点放延迟，所以如果你落赛有一颗没打到，你就会被冲锋枪干掉，因为冲锋枪打你大概是4-5发就死掉，而且它射速还很快。所以就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你对自己的准度很有自信的话，当然可以提着这个去中近距离打，但还是比较建议，如果你是一般玩家或是新手玩家的话，你就在后排用这个去 poke 人家就可以了。那这个射手步枪提醒一下大家哦 ，M8A1 是自动点放，所以你只要按住左键或是扣住摇杆的扳机，它就会一直点放啦，你不用一直点，你只要按住就是最快射速了。那狙击步枪 VS Recon 就是很经典的栓动式狙击步枪，伤害高，但是一拉一打。那 XR3 这把枪呢是点放型狙击步枪，扣下扳机或按下左键的时候，它会先充能一下，然后才会射3发出去。我个人是觉得这把枪比起 VS Recon 的容错率要高一些，对，毕竟它一次是射3颗嘛，那你其实可以有点像半撒子弹的那种感觉，就撒到个几颗它就死掉了。
而且它这个3发点放的那个时间，就3颗出去的时候后坐力是超小的，基本上没什么后坐力，所以不用担心打太歪。如果你不习惯一拉一打的狙击步枪的话 ，SR3 你可以考虑一下。好，那手枪部分呢，耶格45是可以射很快的半自动手枪，所以很考验扳机指。扣大9呢就是全自动的自动手枪，但是射程比较短，然后弹匣很小啊，加长弹匣也只有25发，这2把手枪都不错，都可以用。好，那枪支的简介跟推荐差不多就先这样啊，就每个都讲一点点啦。其实大家也去自己试才知道，因为每个人手感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用起来到底好不好。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讲一下配件的部分。那配件呢，由于 BO7 的枪将跟 BO6 也是一样公式化枪将，就每把枪通常能配的东西都是差不多啦，它的优缺点都是那几个，所以就直接挑一把有最多配件可以装的枪来跟大家一个一个讲。好，先来讲这瞄准镜啊，这唯一真理瞄准镜 Lethal Tools ELO 这个瞄准镜就很好看啊，没什么好讲，超好看的。那如果你要用其他的话，4倍镜的准星我自己也觉得蛮喜欢的，不过准镜就很看个人喜好啦，推荐就是 ELO， 那大镜就是4倍镜这样。好，那枪口就是我是装消音器，对，那其他的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装。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代多这个机动性扩散枪口啊，就是可以增加这个腰射的准确度，然后还有滑行还有飞扑的开火速度。对，这个是如果你要专门打这个溜冰鞋战法，就是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的话，你可以配这个，然后再配上后面其他加滑行的开火速度，你就可以当溜冰鞋人啦。对，但我自己是比较希望可以不被人家看到，所以用消音器啊，不用一体成型消音器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减这个机动性，所以不用它。通常多人不用这个，就用一般的消音器而已。好，枪管也没什么好讲的。这个怎么好像我记得有5个，但是它好像只有4个而已。哦，对，枪管就也是那几个啦，但冲锋枪通常我就是装伤害距离增加的枪管，就是长型枪管。那如果是步枪的话，通常我就不装枪管这样。那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代有一个新的这种机动型枪管啊，就是有加举枪速度的冲刺式开火速度的这个东西。但是冲锋枪通常是不太需要，冲锋枪已经很快了，所以我就装伤害距离的补足冲锋枪的短板。好，再下来枪托啊，因为这把是毒牛式的，所以它是蹭电啊。那枪托我自己是最推荐行走时瞄准移动速度的这种举枪瞄准移动速度的枪托。因为瞄准射击的时候最大的短板就是机动性变低嘛，那这个就是补足这个机动性的问题，你就可以从掩体探出去打人家几发，然后还可以很快速的躲进去掩体里面，所以我自己是最喜欢用这个枪托。那当然一部分喜欢打带跑多一点的人也有可能会用这个加移动速度的枪托啦，就大家可以去做选择。通常最多人选择就是这2个啦，剩下就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想法的选择了。好，下挂部分呢，我自己现在是都没什么装啦，因为不用火力全开之后就没什么点数可以装。不过比较推荐的就是像这种稳定晃动手挡啊，它会有这种加水平后坐力控制、加瞄准闲置晃动延迟、加行走瞄准时的稳定度，再加瞄准闲置晃动，这一看是不是就得装它了？就很猛啊！但是如果你要水平后坐力控制最大的话，应该还是只有一个水平后坐力控制的是水平最多的下挂，对，大家可以自己去选。那其他就还有一些有的没的，或者这种机动型的前握把，大家可以去选择。但是如果我自己要选的话，我通常都是装这种稳定晃动的手挡比较多一点。好，弹匣部分比较没什么好讲的，就扩充型1、扩充型2、快速1、快速2，这个跟 BO6 是一样的，大家自己去看优缺点。好，后握把自己最推荐的话呢，就是冲刺式开火握把，就这种加冲刺式开火跟跳跃冲刺式开火速度的这个握把，或者是这种机动快瞄握把，加飞扑滑行开火速度的，加举枪瞄准，加跳跃举枪瞄准这种。这个通常我机动快瞄都是装在冲锋枪上，那步枪的话，我就会装冲刺式开火，对，因为步枪比较不太需要一直滑来滑去的，冲锋枪可能会比较多近距离交战的机会，所以就是装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好，再下来雷射啊，也是因为不装玩枪高手没配件可以装，所以不太用。如果有配件可以装的话，我比较多装的是这种机动性的操控雷射，加举枪瞄准速度跟冲刺式开火速度的，装在步枪上面其实还蛮不错的。或者是冲锋枪，你可以装这种加伤害距离跟后坐力稳定的，也很不错。就这2个去选了，其他就是看你要不要打腰射啦，对，但是就大家可以自己去选配。我自己是比较常用操控雷射跟稳定射程雷射啦。那开火模组极速射击就是极速射击啊，射速变高，但是一堆负值这样。然后附近黄就是
水平垂直后坐力都加一些些。那高压弹就是子弹速度变快，但是只有子弹速度变快啊，它并没有 NW 系列的那种压制效果啊，这没有，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它只有加子弹速度而已。那全金属背甲弹加穿透伤害跟积分奖励伤害，这个每年都要小讲一下。它下面这个快乐表虽然说火力增加，但并没有让伤害变多啊，它的伤害变多是指穿墙过后的伤害变多一点。就原本你如果不装这个金属背甲弹的话，你穿过墙壁的子弹伤害可能只有10，你装了这个穿过去会变成15，大概是这种感觉。基础的伤害是没有变的。OK， 接下来讲战地升级。战地升级，如果你子弹打不过，就用突击包。无人机发射器是这一代新的东西，放在地上呢，这无人机就会慢慢的飞出去，然后它会自动找人炸。然后这个东西超痛，别人碰到一下是60滴。对，就是可是它飞得很慢啦。就你如果想要让人家很烦的话，你可以用这个。那主防就是 ADS 啊，可以挡手榴弹那些东西。光学臂它也超机车，这个东西你启用之后，基本上人家都看不到你。我是讲真的，这个真的是超机车。我是希望它正式上市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改掉，这个真的超靠背的。好，那这战斗全向就是超拟真全向投影啊，这个职业选手都被骗得一愣愣的，因为它真的看起来很像真的，而且还会动。那这个东西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它可以抢点啊，所以如果你往点上一丢，敌人又不得不处理它，又要漏位置，又要漏音这样子，所以是一个目标模式还蛮不错的东西啊，但是我自己没有很常用就是了。然后接下来小队连结啊，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洗分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你丢在地上，队友走进去，队友在里面杀人，你都可以拿分数啊，然后还可以强化队友的小地图跟 UAV 扫描，就比较团队取向的一个东西啦，大家可以去玩看看。然后战术道具啊，兴奋剂就是不用讲嘛，这个老样子，如果你想要补血，想要续战性高点，就是用续兴奋剂。那置换手榴弹臭屁弹啊，这个有点烦，对，但是就是臭屁弹，丢下去敌人会视角里面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这个玩家的残影，对，就是，可是感觉实用性好像没有很高，因为别人丢我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得出来哪个是真的，因为真人会动，那个幻影不会动。好，那其他就比较正常一点啊。那定位手榴弹这个东西呢，如果你丢得准的话，可以直接透过墙壁看到人家，是还蛮强的。不过它启用的时候有一点延迟，就是它是先丢到地上，然后它会锁定旁边一个人，然后锁定个可能2-3秒，它才会射那个探测器到他身上，你才可以透视看到他。对，就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啊。然后电磁脉冲手榴弹超烦，这个东西也是没想到会这么烦哦。这个东西丢下去，人家那个整个画面全部都是干扰，他的准心都消失了。所以，然后他战术超皮，我记得有一个超恶心的，就是什么9闪弹啊，就集气丢出去之后会有额外的脉冲冲击之类的，就超烦的。如果你想烦人家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哦。好的，致命道具简单的就不讲啊。极速手榴弹就是丢出去会爆出3颗啊，但是它丢的动作其实有点慢，然后它的伤害比较小一点。就它第一次爆炸的时候，炸出3颗小颗的时候，那个爆炸其实是伤害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伤害高一点的话，还是破片跟赛姆丁会伤害更高一点。那飞斧的话就飞斧啦，定点机枪这个东西打不太死人，除非那个人是智障，完全不管他，才有可能把他打死。这个比较算是干扰用的啦，就丢在那边多一个枪线可以帮你补个1-2枪。那这刺针无人机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它可以切换成手动控制模式。没有手动控制模式就是丢出去它就直飞，手动控制模式的话就可以变成像开有点会飞的 RCSD 那种感觉，就炸弹无人机啊，你可以开它，然后还可以加这种什么高密度炸药，增加杀伤力的这个超品哦，就去炸墙壁后面或者躲在2楼的人还蛮好用的。再来特长部分啊，来跟大家讲一下，特长1呢 CP 值很高的大概就是鬼魂隐藏跟冷血动物了。因为现在 beta 里面有很多 AI 自动判定的那种攻击手段，好比说刚刚讲的无人机发射台，就碰一下60滴的那个，或是别人叫的连杀奖励 HKD 啊，或是直升机啊什么那种电脑控制来杀玩家的那种东西，你装冷血动物它就会无视你。所以如果你不想被人家的连杀洗脸，或是不想被那个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吧穿墙的那个狙击枪连杀奖励看到的话，你就装冷血动物，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你被连杀奖励打到心态炸裂。然后鬼魂隐藏也很重要啊，鬼魂隐藏就是你不会被 UAV 发现啊，移动的时候不会被 UAV 发现，这很重要哦。我发现很多新手都不知道自己被 UAV 照得一愣一愣，然后都说为什么我出来之前人家都提前预瞄我啊？那是因为人家有开 UAV 是连杀奖励的侦察无人机，它可以在小地图上面显示你的红点，所以就是这个鬼魂隐藏是 CP 值很高的这一个特长。那其他东西其实旁边都有解释啦，就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自己去用。接下来特长2哦，特长2我自己是比较推荐像快手啊，因为快手是直接性的增加你的补弹速度，所以这个是 CP 值很高的特长。那如果你要像我一样装这个连杀循环也可以，这个装了之后就是可以一直洗连杀奖励啊，同一条命可以叫好多次 UAV 这种东西。那特长3呢，最推荐就是迅敏。这个迅敏呢是唯一一个特长可以让你在蹬墙套、滑垒、飞扑的时候还可以完整瞄准的一个特长。如果你没有装这个的话，你就会变到那个战术姿势啊，你的精准度就会下降很多，基本上不是贴脸不能打。所以这个是特长3超级推荐的一个特长。其他当然你要用别的也是可以啊，但是如果你真的也觉得其他没什么好装的话，就是优先考虑迅敏吧。我是讲真的，迅敏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好，那最后再讲一下积分奖励啦。积分奖励呢，它怎么去使用，就是上面都有解释好，就不讲。我讲一下哪些超频比较好用。那这个有一些它卡 bug 啊，升不了级，所以有的我没用到，没用到的我就不讲。那比较重要大概是像 RCSD 超频最推荐防护装甲，这让这个车变超硬的，直接打不坏。你用这个的话，虽然可以隔墙看到人的位置，但是 RCSD 变成打一发就爆了，所以最推荐防护装甲。那 UAV 康的 UAV 就是2个都可以装啦。就看你是要搞人家打不下来，还是要搞叫很多的。我这个配这个是因为配那个连杀循环的，所以可以一直叫。那柳叶无人机蛮落赛的，如果你可以不要装它的话，你就别装它。那挖木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弹匣扩中，就比较多机会可以穿墙射人家。那狗狗的话呢，我自己是认为步哨模式比较好，因为步哨模式这里有讲啊，不仅有它屁股可以拿子弹，而且它有主防系统在上面，然后你可以安置它在一个地方，在那边守门啊。我自己是觉得比大容量电池还要好用一些。那护卫犬直升机就防护装甲啦，没什么好讲的，这个比较还好。猎杀无人载具的话，也是防护装甲，就让人家比较难打一点。犀牛机器人的话，我自己目前用起来应该是动力模组会好一些。对，这个声呐脉冲就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比较没有那么有效嘛？还是我用的那几场一直被人家丢 EMP 手榴弹，因为会有人一直拿 EMP 手榴弹丢你的机器人啊，你机器人就会那个半残瘫痪，所以就我自己是觉得延长时间比较好一点。那 Fito 战机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个提高耐久度啊，毕竟目前游戏里面也没有锁定类型的火箭。那提高这个耐久度的话，可以比较避免不会一下子被人家打下来啊。就这几个超频推荐给大家。好啦，那到这边为止呢，差不多就是这次要介绍给大家的所有公开测试里面对战配置的建议跟一些简单的介绍啦。大家自己有什么样喜欢的配法或习惯，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样去玩多人游戏跟怎么样去配枪的哦。好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拜拜。